线材选用2毫米的空心棉以及3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环形起针，第一步钩织花片的部分。起针完成后，编织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绕线圈编织12个长针。12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最后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将线剪断，第2圈换黄色线。首先在第一个长针上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3个锁针。钩针绕2次线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钩针再次绕线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最后绕线，一次性穿过3个线圈，这样编织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同样编织一个枣形针，首先钩织3个未完成的长针。3针结束，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4个线圈，接着编织2个锁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一个枣形针2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12次。第2圈结束，在第一个枣形针上引拔连接，然后将线剪断，第3圈换绿色线。首先在锁针的空隙处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2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3个长针。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同样钩织3个长针。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编织转角的位置，首先钩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编织2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3个长针。前面这里就是第一组花样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循环4次。第3圈结束，在第一个长针上引拔连接，然后将线剪断，第4圈换米色线。首先在2组花样之间的空隙处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2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3个长针。在接下来的2个空隙处同样钩织3个长针。6针结束，在转角的位置编织3个长针。后面锁2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3个长针。前面这里就是第一组花样，后面重复操作，同样循环4次。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2个单元花片，下面开始钩织包身的网格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几针完成后编织20个锁针。第20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上挑外侧的1根线，钩织一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每一个锁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钩织19个短针。
第一排结束，第二排首先编织4个锁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第3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，后面空出一个针目，下一针编织一个长针，接着编织一个锁针，后面继续空出一个针目，按照一个长针一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8次。第二排结束，第3排首先锁一针翻转织物，对应前面的每一个针目，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钩织19个短针。第3排结束，第4排首先编织4个锁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第3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以及一个锁针，与第2排的钩法相同，按照一个长针一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8次。第4排结束，我们按照前面几排的钩法，钩到第21排即可。包身正反两面的织片完成后，留长线用于拼接包身的边缘，然后利用相同的方法钩织包身的侧面。侧面的起针数是8个锁针，一共钩织53排花样。所有的织片准备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拼接包身的部分。首先用记号扣将3个织片做一个简单的固定，包身的两侧分别连接21排花样，包身的底部连接11排花样。首先锁一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1排短针的侧面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2排长针的侧面钩织2个短针。按照前面这3针的顺序，一共钩织13个短针。第13针结束，后面开始连接单元花片的部分，在转角的空隙处编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每一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底部2个转角的位置可以多钩2针，其余的部分前后片对好位置即可。侧面的短针完成后，在织物的顶部再钩织1排引拔针。包身的前片拼接完毕，利用相同的方法拼接另外一面。包身的主体完成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包盖扣眼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19个锁针。锁链完成后，返回倒数第9针，在接下来的锁针上编织10个引拔针。第10针结束，后面锁2针翻转织物，对应第1排的每一个针目各编织1个短针，一共钩织29个短针。扣眼的部分完成后，将它缝合到主体的顶部，然后在正面安装一颗纽扣。现在我们就完成了整个包身的部分，下面开始制作包带的部分。我们利用虾辫的方法钩织一条绳子作为包带，在绳子的末端缝合一个小鼻子，然后利用短针编织一个圆环，这样做一个可调节的包带。虾辫的钩法可以到我的主页搜索标准虾辫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